似乎是大家的叫声吸引，老猫也从舵室跑出来看了眼。对于他这位老渔民来讲，眼前的一幕虽然奇，倒也经不住他，反而大喜道：“不错不错，一斤30多块，可比红山更贵，还愣着干啥？快点捡啊！”赖包和林老二到底是成稳些，拿着筐子把甲板围成一个大圈，这样能有效的防止螃蟹乱爬。由着他们来，那就好玩了，到时还不得满船上找螃蟹啊！猫哥，你见过这样的吗？阿和还是没忍住好奇问了一句。没啥稀奇的，螃蟹偶尔会在海底聚会，堆得跟小山一样。我以前也碰到过，至于他们干啥，比我更老的那帮也说不清楚。我们估计就是碰到螃蟹山了。他解释着，又一指一尾魔鬼鱼，这玩意就是专门吃螃蟹的，一般螃蟹聚群的地方肯定有它。回舵室前，他又催促了一句：“快点挑，尽量保持活力，死了就不值啥钱了。”不用他叮嘱，大家也都快速的忙碌起来。虽说这会没有太阳直射，但温度还是蛮高的。林浩想了想，拿来水枪挂在吊机上，水压开得很小，这样从上往下来浇着，利用循环的海水给螃蟹降温，以期能让螃蟹减少死亡率。这玩意不用花太多精力去分拣个头，合格的留下，不合格的直接扔海里就行。别动，尾刺有毒。阿晨见冯新华不知轻重的，就要上手捏住魔鬼鱼的尾巴，赶忙出声制止。林浩拿来一个剪刀，挤进旁边将魔鬼鱼尾巴的尖刺剪掉。小心一点，这一段毒非常的厉害。海中的螃蟹山很神奇的，这一网的螃蟹太多了，而且不绑还不行，因为这玩意会打架，只要断了一个角就属于次品，价格很可能会下降一半。其实对于他们拖网渔船来讲，捕到螃蟹并不算很好的收获，就是因为太麻烦。这一会没人多话，大家全都在全力的忙碌之中。可惜的是，一部分螃蟹在网里时已经被打得缺胳膊断腿，这部分只能是单独的筐装着，回去便宜点处理，还有的甚至嘎了，那就只能扔到海里，给其他海货当饲料了。这一忙就从下午4点忙到了近7点钟。当最后一筐螃蟹丢进货舱，所有人直接就躺在了甲板上。冯新华哀叹道：“我的腰哀。”他刚开始不会绑，动作不熟练，姿势不够放松，所以比其他人要更累一些。林浩看着他们的怂样，会心一笑，先让他们就这样歇会吧。他走到舵室，魔哥，现在水深咋样？明显深了不少，快60了。对了，上一网奋斗号上了一堆杂鱼，几乎没看到螃蟹的影子。林浩愣了愣，之前都是和自己船捕一样的，这次怎么不同了？不过转瞬间他也就明白了，如果如猫哥所说，螃蟹喜欢聚成小山，那应该聚群的面积不会太大，刚好自己的船碰上了，如此那左边的想来也不会有螃蟹。这一网也该起了吧？等一下，吃过晚饭吧？阿晨他们已经在做了。老猫点头，确实该先吃饭，不然等会网上来，一忙起估计又得2-3个小时。目前来看，今天出海2网的收获都还不错，算是延续了之前的好运气。这次是打算1周之后回的，就看到时收获咋样了。5条真3原本打算晚上就去找人的，但还是被亲信属下以现在岛上没船给拦了下来。第二天，他们又征调了2艘船，怕船老大发现秘密，所以直接高价把船买了下来。若是租的话，对方的船势必要跟着人在船上的，大钱都花了，也不在意这点小钱。5条真3见到船来，早已等得急不可耐。不过上船之前，他还是问了一句亲信：“从湾湾弄过来的枪支还有几支？”“总共6支，之前的人带走4支，只剩下2支了。”“全部带上，你们都跟着一起。2艘船10个人，我倒是想看看对方到底有什么本事。”亲信回答了一声，便去做准备，带吃的喝的，当然还有2支锁在保险柜的短枪。不过此刻他心不在此，所以也只是心中想了想，便抛之脑后，站在舵位边和舵手沟通着。这是西北的方向。是的，5条军，根据新警军走前所留的坐标，我们大概需要1个小时。5条真3微微点头，尽量的快一点。又对旁边的众人道：“密切关注附近靠过来的船只。”他想看看旁边的船只，结果一抬头，他居然又看到了天上的一个黑点，而且对方很奇怪，居然围着这片区域在打着转，离得太远，他也分不清楚是不是上午出发时看到的那一只。从现在盘旋的样子来看，应该是发现了猎物。恰在此刻，亲信拿着望远镜过来：“5条军，右边有一艘渔船往这边驶来了。”5条真3拿过望远镜，通过望远镜能清晰的看到对方的船上有4个人，其中2人应该正在分拣海货，另2人倒有些看不懂了，因为有一人拿着像是摄像机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他眉头微皱，将望远镜递还给下属：“看着不像是他们的人，保持关注。”话音刚落，5条真3突然发现海面上居然浮出一个小小的脑袋，还真把他吓一跳。那是什么？自有对海上比较了解的人顺着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轻一声：“此地怎么会有海獭？”又对5条真3解释道：“5条军，不用担心，那是海獭。”5条真3轻嗯一声，正想坐下休息一会，然后下一刻他浑身汗毛突然竖了起来，因为5条真3亲眼看到
海上无风居然卷起了巨浪，海浪像一堵墙一样往他这边的2艘船席卷而来。沈成斌是省电视台的策划兼导演，前段时间他写了个文案，就是拍一季关于大海和渔民的纪录片。其实纪录片还是很有搞头的，不仅可以自己台播放，也可以把版权出售给兄弟单位。如果拍得好的话，说不准还会有国外的电视台会引进，制作花费不高，总不会亏本的。所以文案提交上去没多久就获得审批通过。他先拍海边的生活，比如说退潮的讨海，这个在休渔期已经拍完了，现在开海，他就打算先跟着小船，再跟着大船拍的素材，怎么着也够剪个7、8集的。昨天联系的小船，今天他一早便跟着老涂兄弟俩一起出海。差不多了，先把机器关了歇歇，等会再拍。他说了一声，负责摄像的小王便打算关机器，结果一抬头，瞬间一句国粹出口：卧槽，那是什么？沈成斌眉头微皱，正想训斥一句，然后他也看到了远处的动静，他的反应比较快，顿时大吼：快，打开机器对着拍，快一点！小王的机器压根就没关，这会只要调整个方向就行了。通过镜头，他看到了那突然掀起的巨浪，而随着巨浪拍下，那边的2艘船，有一艘已经完全倾斜。快走，不得了，得快走！船老大老涂也注意到了那边，他可没有看热闹的心思。虽然目前还没分清是什么原因，但渔民的嗅觉让他意识到得尽快的离开这里。涂哥，等一下，离我们有点远，再观察一下。不行啊，万一冲着咱来，咱就完了。看2分钟，你放心吧，我再加500块钱。不是钱。老涂正说着，就见那消失的巨浪再度卷起，而这次的目标是另一艘还没有倾斜的船只。这会吓得心神俱颤，也忘了说要走，只是一个劲的喃喃着：天啊天啊！然后就在镜头中，他们清晰地看到第2艘船也被浪打得倾斜进了水。沈成斌看着坐在甲板上魂不守舍的老涂：涂哥，我们要去救人吧？老涂机灵灵打了个寒战：要去你去，给我再多钱我都不干。沈成斌其实也明白这个时候不能去救，但自己已经拍了视频，那么这段视频势必让人看到，他就怕到时看到视频的人攻击，说他见死不救，所以叫老涂救人，说白了也是做样子。涂哥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们只是跟船来拍，又不是包船，你不能让我去送死啊！沈成斌的心思并不单纯，这会也意识到应该差不多了。有了这一番话，想来就算有人喷，也喷不到自己身上。就在他扭头之际，突然连着2道清脆的声音传来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正在摄影的小王大吼：沈导，他们居然有枪！沈成斌这一刻也愣住了，难道对方是官方的人员？不对，刚刚他们的行为有点鬼鬼祟祟的。如果真是官方人员，又在自家的海域，完全没必要那样。要是真执行特殊任务，完全可以提前通知这块禁言，那就是恶徒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兴奋起来，大新闻啊！沈导，快看！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，又一次听到小王的提醒，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，他看到了路头的虎鲸。这一刻也终于明白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。所幸虎鲸只是攻击了那2艘渔船，而现在停留的方向也是他们渔船相反的方向。此刻船上5条真三还没有落水，在巨浪袭来的时候，他被下属扑倒，然后死死地抱住了栏杆。等到巨浪过去，船体完全倾斜，他好险再度滑下水。这一刻的5条是真猛了，人对未知的东西都抱着恐惧。这一刻的他内心早已被恐惧占满，从没有一刻他觉得死亡离自己如此的近。心神失守之下，他根本忘了思考，也忘了呼救，甚至连此行出来的目的都忘了，只是死死抱着栏杆，将其当成了救命的稻草。下属这一刻同样神经有些过敏，啥也顾不上了，掏出手枪对着水面连开了2枪，然后又开始解旁边挂着的救生圈。可惜他只够着了一个，并没怎么犹豫，他便给5条真三给套上了。5条军醒醒，你一定要活着，记着照顾我的家人。说完，他开始掰5条真三的手。没用的，快点凶手往远处游，离转越远越好。见5条依旧不松手，下属这回也顾不得了，直接用枪砸向他的手指，钻心的疼痛终于让5条真三清醒了过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是虎鲸群，现在也搞不清他们为何会攻击我们的渔船。5条军快点跳下去，往那边的渔船方向游。5条真三还在犹豫，结果被下属猛地推下了水，下属也紧跟着跳入水中。刚下水的2人就发力往刚刚看到的渔船方向游，然而还没游出10多米，双腿及后背又传来痛楚，好像被带爪的动物给挠了，明显不止一只，而且对方不仅挠，还将他们往水下拖。下属没有救生圈，很快力气就不足了，一番挣扎之后，渐渐失去了意识，然后彻底的沉入水中。5条真三要好些，因为他套着救生圈，底下拉扯的力道明显有些不足，所以每次把他拉下去灌了几口水后，就会再度浮上来。如此几次之后，突然下身一阵剧痛传来，让他渐渐也昏迷了过去，只是依靠着救生圈的浮力，跟着潮流往远处飘去。渐渐的，2艘船相继的沉没，那片水域也恢复了平静，除了还在漂浮的5条真三，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。
五条真三之所以还能活着，一方面得益于下属给他套了救生圈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次2艘船上的人过多，水底的小胖力量被分散了。小王的镜头中看到虎鲸群清脆地叫着，然后便往远处游去，而且越来越远。图哥，快救人！老图这会也渐渐恢复了神智，见虎鲸游远已经看不见了，这才启动船只往飘着的人开去。在海上，一般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他是有救助义务的。是的，就是义务。等老图2兄弟将人捞上来时，看到这人的情况，2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只见整个下半身裤子早已被撕得只剩下腰带扎住那一截，双腿不知被什么挠得几乎没一块好皮，好像连命根子也不是很好。没死吧？沈成丁看到那样伤势，干呕了一声，颇为心惊地问道：“还有气？沈老弟拍不成了，我们得尽快赶回去。”没事，救人要紧。老图人很机警，还在对方的上身摸了几下，确定没有枪，这才放心的去开船。船只刚启动，就见原本躺在甲板上的人突然一个翻身，然后便狂呕了起来。呕了一会，突然站起来，似乎感觉不到下半身的疼痛，居然呵呵的笑起来。笑着笑着，居然还跳起了舞。只是这舞蹈越看越不对味。小王看了眼旁边的沈成丁，沈导怎么这么像电视剧里小日子跳的舞？估计受到惊吓，神经错乱了。沈成丁也解释不清。结果下一刻，5条又开始唱了起来，轻轻的吟唱着。这下2人猛地瞪大眼，几乎异口同声：“卧槽，真是小日子！”2人虽然都不懂日语，但还是能判断得出来的。沈导咋办？靠岸手机一有信号就报警。你说刚刚船上的会不会都是日本人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妈的，说不准还是个麻烦。老图听到歌声也瞪大了眼，挠了挠头，看了眼沈成丁还有摄影机，终于忍住了要再次将对方踹下海里的冲动。喂，你会说中国话吗？小王胆子大问了一句。5条真三扭头看了他一眼，渐渐的面上居然悲伤起来，双目含泪。新井桑，我就知道你没死，跟我回家吧，故乡的樱花要开了。什么玩意？老子姓王。小王嘀咕了一句，又看向沈成丁。沈导，该不会是间谍吧？这货国语比我说的都好。沈成丁面色严肃，啥也别问，知道的越少越好。这货即使不是间谍，也不会是好鸟，居然还有枪呢。此刻的他也意识到这或许是个大麻烦，只盼着船尽快靠岸，他们把人交给警察。接下来说不准还得录口供，说不准还有调查，想想都头疼。妈的，早知道不救了，竟是事。林浩自然做不到算无一策，所以他并不知道5条真三会亲自跟船去寻找，更不会知道这货还能活着，且被下吃线了。这会刚刚起了一网，可能因为之前位置的水位较浅，所以这一网几乎全是带鱼，品种一般，就是这片海域常见的黄木带，价格不足20块1斤，好在数量不错，有个3000多斤。他也注意到左侧的船每网的收获同样不错，如果对方一直跟着，说不得1周时间就能把买船的钱给挣上来。转眼到了晚上9点多，天气越发的凉爽，大家也开始抽空休息。此刻林浩开着船，让老猫能眯一会，毕竟打清早出来，对方已经开了近12小时的船。看了一眼水测仪，这一片的水深已经过了80米，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越来越深。如果没有海沟的话，不大现实。整个海峡的地势其实还是蛮平坦的，平均深度也就60米左右。这一网他打算多拉一段，好让大家能多眯一会。今天的实时幸运值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损耗，因为之前收的不管是金线鱼还是黄木带和红花蟹，都已经是系统早就开发过的品种，根本不损耗实时幸运值的。打开系统，发现标示方向的箭头已经消失，说明今天系统的目标已经进了网。至于是什么，等期往后想来就知道了。阿和晃悠着走了进来，给他递了一支烟。哥，差不多该起网了吧？就着他手中的火机点着烟，林浩猛吸了一口才道：等一会，等到10点半再去网吧。没聊一会，阿和的头也在那一点一点的了。今天太热，对大家的精神也是一种折磨，会让人比平时更累一些的。林浩笑了笑，并没有打扰，直到近11点，他才推醒阿和，去通知大家起网，动静小点，别吵到毛哥了。阿和轻嗯一声，起身伸了个懒腰，这才往外走。林浩也跟着走出舵室，甲板上还是忍不住的爆发出欢呼声。他跑过去看了一眼，他没想到居然全是红彤彤的大虾，摊在甲板上，好大的一堆，目测少说有个3吨多。他可以确认，这种虾是第一次的见，看上去跟小龙虾有点相似，一对螯前比小龙虾的要小，但比普通的虾要大。这是鳌虾吧？赖包见过相似的，不确定的说道。林浩拿起一只，确定的回复：就是鳌虾。咋？你们还不认识？冯新华有些稀奇，一船的渔民居然不认识鱼。海里的海货多了，有些就连猫哥都不定能叫出名字。阿和解释了一句：这么大的个头，价格应该不低，大家抓紧时间分解。林老二颇为兴奋的道：今天一天虽说收获极好，但就没有值钱的好货，这个鳌虾一看就是高级货，想来能卖个好价。
通过系统0号得知，这虾的学名叫红斑厚海鳌虾。这虾普遍分布于东海较冷的水域，在南海虽然也有，但极少。这也是之前他并没有见过的主要原因。还有一点，这玩意栖息的水域很深，通常都在120米以下了。这次能在70-80米的水层捕到，也是蛮稀奇的。系统给的估值是60块1斤，这里近3吨，少说也有5000斤，等于说这一网就值个30万左右，一网抵得上白天的3网了。要说这质量要跟得上，才是真得爽。回到舵室后，看了一眼水测仪，这里的水深还算平均，一直稳定在80米左右。没一会，无线电里传来了柱子兴奋的声音：“阿浩，我们这一网都是鳌虾，有个近3吨的样子。杜哥说这个挺值钱的。”杜喜虽然是负责机修的，但和老猫一样，跟大海打了半辈子交道，一些少见的玩意，包括林平他们还真不定见过。我之前见过，好像能卖到60-70一斤。这么贵啊？那这一网少说也值个20多万，发财了。这下味道不错，你们可以白灼一点当宵夜。晚上吃鱼粥，杜哥已经做好了。两人又聊了一会，这才结束聊天。差不多到1点左右，阿成给他端来了一盘子煮熟的虾，他一边开船一边包着当零嘴，把阿和给叫了过来。现在7个人，先安排3人去睡觉，剩下4人值班，等下期网。阿和轻哦一声，便出去安排，让赖包、林老二还有阿友先去睡觉，剩下的打算过一会再起一网。约2点钟左右，出海到现在的第5网缓缓出了水面。当网都被吊起的那一刻，众人再度欢呼了起来。这一网又是丰收，足有近4吨的海货。林浩站在舵顶上，他注意到左侧渔船几乎和他们保持了同步。这一刻刚好网兜也开始出水了，拿着望远镜看了片刻，对方的网囊里货同样不少，足有个2-3吨的样子。哥，好像是金木雕，不过又跟之前的不一样。阿和拿着一尾鱼，献宝似的递道：“有多少？”林浩接过阿和递来的鱼，瞅了一眼，问道：“几乎全是，有好几千斤呢。”细看了一眼鱼，鱼并不大，也就2-3两，长度15-16公分的样子，全身呈赤红色，跟之前的鳌虾一样，周身的颜色鲜艳，一看就是典型的深水系鱼类。这眼睛是黑的，根本不是金木雕，这是大眼鸡。其实大眼鸡也是本地的俗称，学名应该叫大眼鲷，属于大眼鲷属科鱼类。阿和之所以会说是金木雕，因为两者之间有颇多相似之处，一是颜色皆为赤红，其二两者都是眼大口大，当然两者区别也不小。最显著的有2点，一是眼睛，金木雕的眼睛呈金黄色，大眼鲷则是正常的黑色。其二，大眼鲷它长不大，金木雕能长到1-2斤的个头，这鱼最大的估计也就3两左右，属于海洋中的极小型鱼类。别看它小，其口感非常好，肉质细嫩鲜美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这鱼的鱼皮非常厚，通常做的时候是需要去皮的，有点类似于剥皮鱼。这鱼是典型的群居类鱼，一般只要发现都是很大的一群。大眼鲷在我国常见的有2种，一种是短尾大眼鲷，另一种是长尾大眼鲷，两者之间很好区分，短尾的尾部呈扫帚形，而长尾的则呈星月形，显得更长一些。阿和手拿这尾就是长尾大眼鲷，其实价格两者区别不大。好鱼来着，不过他又随即苦笑：“鱼小，你们就慢慢分拣吧，天亮之前不再起网了。”哥，这鱼多少钱1斤？20-30吧。阿和面上抽了抽，那比金木雕差远了。确实差了不少，金木雕顶级的规格能卖到近100的价格，这鱼最大规格估计也就30左右。有收获就不错了，快点去忙。阿和轻哦一声，这才回去忙碌。林浩再度点燃一支香烟，对于一个渔民来讲，熬夜太正常了，但也少不了茶叶和香烟的功劳。回到舵室，老猫正在和赖包2个闲聊，见他进来，赖包招呼了一声，然后便出去了。都在睡觉。一网刚忙完，吃过饭，我让他们都去歇着。正说着，赖包端着一个小盆走了进来。阿浩，还热的，你快吃吧。谢谢包哥。还真饿了，主要是早饭没吃。此刻接过他，毫不客气的猛刨了起来。你睡觉的功夫起了2网，收获都很不错。老猫脸上浮现笑意，接着道：“第1网全是金木雕，我听说之前1网是大眼鲷，这还真巧了，有个2吨多吧，规格也都不错，能值个30来万。第2网是扫帚鱼，数量多些，大概有个3吨的样子。”听到扫帚鱼，林浩微微一怔，这鱼他只听过没见过，早先还是老猫跟他说的。以前他们捕过马面豚时，也就是马面鱼，或者说大剥皮鱼，当时老猫就说过有一种体型差不多的剥皮鱼，内有剧毒，说的好像就是扫帚鱼。这鱼的学名叫拟态棘豚，其外形长得很是呆萌，最主要的尾鳍很长，像个大扫帚一样。那鱼不会有事吧？他可是记得，当时老猫说这玩意的毒是河豚的50倍，厉害着呢。没那么夸张，这玩意本身没毒，主要是有些海藻带着毒，它吃进去之后就会沉积在体内，吃的时候把内脏处理干净，特别是肝、鱼肉问题不是很大。这鱼的价格其实并不高，估计连20块1斤都不到，纯从口感上来讲，还比不上马面豚，只是比马面豚更少见一些。毛哥，我来开会，
你活动活动。林浩把最后一口饭扒了，起身道。老猫轻嗯一声，拿着放在边上的饭盆出去了。沈成丁预计的没错，因为他们所救的是日本人，所以报警后很快就得到了有关部门的传唤。好在他有摄影机，完完整整的记录下了整个过程。不过相关部门没收了他所录的素材，还要求其不准泄露出去。至于镇上的所里和海事部门，第一时间公布了近海域有虎鲸出没，希望大家近期不要出海的告知。相关部门仔细审查了这一份录像，还是不得其解。严格来说，虎鲸极少主动攻击渔船和人类的。更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那些主动跳船的人之后就没有浮出水面，这也是奇了。安排船只在那个海域打捞了2天，但依旧是一无所获。除了职业潜水人员确认沉没的2艘船在底下，其他则是一无所获。最终他们不得不得出结论，那些落水的都成了虎鲸的粮食。不过虎鲸为何会主动攻击人类，还是没有定论。为此他们还请了专门的海洋动物专家，专家倒是提出一种可能性。听说小日本有捕鲸的恶习，会不会在摄影机没拍到前，他们首先威胁到了虎鲸？毕竟他们有枪。这个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认同，甚至有人就咬死了。肯定是5条这帮人主动攻击了虎鲸，惹怒了他们，才会发生如此的惨事。这事还挺麻烦，一方面是对方的身份，毕竟是外国人，有这么大的伤亡不算是小事了。好在有录像为证，想来齐国使领馆也说不出道道。另一方面则是枪支，对方的枪支哪来的？在国内这已经触犯了法律，但现在唯一的活口，也就是5条真三，已经彻底吓疯了。他们观察了许久，也找人诊断过，确实是疯了。至于淡水岛的情况，暂时只能控制住，对目前岛上的人进行甄选和审问。但岛上原本的人就不多，5条真三最后带走9个，算是将他的亲信和知情的人一抽干净，剩下的人一问三不知，只说是负责看守的，没法处理，只得接着上报。没2天功夫，5条真三就被人接走了。关于淡水岛的后续，目前没有人员对接，只能搁置了。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？没2天，整个镇都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啥的都有，还有说虎鲸认人呢，不攻击本地渔民，专挑小日本下手，有说是报应的，因为小日本猎鲸，不少渔民都有耳闻。这5天收获还是蛮喜人的。按老猫的说法，只要林浩跟着，啥事不干都行，妥妥的吉祥物，收获肯定不带差的。傍晚时分，林浩看到了附近的一个岛，跑回舵室对老猫道：猫哥，今晚歇一夜吧，明天再补整1天，后天下午我们往家赶。下午回去，大概行驶个10几个小时，刚好回到家是第2天清早。白天嘛，卸货总比晚上要好一些。阿浩，咱船还能装一些，要不再补2天？林浩犹豫了一下，多补2天其实也行。那明天我给家里通个电话。跟家里说过1周的，推迟肯定要电话说一声，免得家里人担惊受怕的。通过无线电和奋斗号上大哥协商了一下，对方几乎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。至于船工们，巴不得次次都爆仓而回，因为每赚的每1块钱，他们都有份的。况且好不容易有好天气，可不能浪费了。眼瞅着天色黑下来，林浩看了一眼表，已近9点。他通知大家起网，又对老猫道：猫哥，通知我大哥他们起网，往岛边靠过去，今晚咱好好睡一觉。老猫轻嗯一声，连着工作几天，人可以换着休息，也该让机器歇歇了。刚好2艘船靠一起，让老杜检查一下，防患于未然嘛。等到网起来，看网囊的体积，这一网也还不错，有个2吨左右的样子。随着网兜口打开，一尾尾鱼便掉了下来。咦，黑包公？屁的黑包公，明明是胡椒雕。阿晨对了一句阿友，然后赖包看了一眼，对着2人道：看清楚，这是包皮仔。此时船熄火，只留下发电机的声音。突然感觉整个船上安静了很多。老猫走过来，只一眼便喜道：怎么这么多打铁婆？好鱼来着，快挑些活力好的养起来，这鱼活得贵。冯新华有点懵，因为这会他就听到4种鱼名了，所以这到底是啥鱼？他扭头看向林浩问了句：阿浩，这到底叫啥鱼？学名叫巨尾鲷。林浩指着尾部凸起的4枚骨板，你看这个像不像锯条？这鱼就是这么得名的，当然俗名也不少，打铁婆、包皮仔，算是对几种鱼的统称。猫哥之所以说这鱼活得贵，是因为这鱼颜值还是不错的，活的可以当观赏鱼，尖尖的嘴巴，而且真正的樱桃小嘴，因为嘴一圈是红色的，整体颜色呈黑褐偏灰，背鳍下方有一条点状形成的斑线，自头一直到尾，尾部凸起的骨板边又有纯黑色的斑块。其实他也是第一次见这种鱼，还是蛮少见的。系统给出的估值是55元1斤，价格还是相当高的。这鱼的体型也不错，平均都在2斤左右，分拣起来很方便。阿晨，晚上就吃它了。猫哥，你吃过没有？老猫点头，老早之前吃过，啥味早就忘了。众人正忙着，没一会奋斗号也靠了过来。阿浩，我们捕了1网包皮仔，这鱼可不便宜。我们也是。2艘船绑到一起，各自忙甲板上的活。1个小时后，相继进入了尾声。
饭后便是值班的事。林浩今天上午睡了有3个多小时，便让阿杰陪着自己直上半夜，下半夜则是安排的林老二跟阿明。仓柜是睡不下的，好在这天不冷，外边也能睡。等大家全部吃完，各自找到位置睡下，林浩跟阿杰便将2艘船上的发电机组也关了，船上的灯全部关闭，完全的安静了下来。他跟阿杰一人一把手电，不时的照向海面上。在西边跟着的那艘船好像还在作业，夜间的灯光还是很明显的。回家待得咋样？休渔期，阿杰回家待了近1个月，在海边待习惯了，回家居然有点不适应，感觉自己像猪，天天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。没有去下笼子。林浩递了支香烟给他，笑着问道：嘿嘿，一天忙到晚，翻山越岭的，运气好时200块，运气差时30-50的，有点看不上。林浩也跟着笑，人之常情，吃惯了细糠，连猪都会挑食，更何况是人了。对了，听说你娘也来了。也就前几天来的，来带孩子。我老婆还能进天号上班，1个月也有1000来块呢。挺好的，这次到家我去看看婶子。怎么说也是大姐的婆婆，自己的长辈来着。阿杰很喜欢跟林浩聊天，对方一点架子没有不说，还像个百科全书似的，问到啥都知道点。这倒不是依靠系统，而是前辈子刷的短视频太多，就感觉啥都能吹2句。阿浩，这好像是起雾了。阿杰常居山区，对大雾天气并不陌生。林浩轻嗯一声，看这样子雾还不小。我们这片这个季节起雾还是蛮少的，一般都是2、3月份容易起雾。但愿明天一早能散掉吧。阿杰也感觉头疼，海面上起雾还是很危险的，只要有雾，他们就不得不停下休息。阿浩，跟着我们的渔船好像不见了。阿杰直起身，为此还站到舷梯上四处看了眼。雾比较大，看不见很正常，他们又不傻，肯定是找地方休息了。2人也没怎么在意，林浩早就关注到对面也是老船长来着，肯定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。刚起的一点聊天兴致，被这一场雾搞得又没心情了。2人各自沉默抽着烟，但愿明天太阳给力些，能尽快驱散雾气吧，不然还不定什么时候能开始作业呢。半夜时分，船上还是静悄悄的。他起床后看到老猫和林平就坐在他不远处的地方抽烟，不知在低语着什么。阿浩醒了。老猫说着递了一支烟给他，他摇摇头没接。我先洗漱。阿浩，这雾估计一时半会散不了，你再多睡会吧。也差不多了。说着便去后甲板洗漱，抬头看了一眼附近，他长叹一声，雾气好像比昨晚还要厚一些。洗漱过后，他来到老猫旁边坐下。猫哥，这个季节起雾不正常啊？偶尔也有，我记得4、5年前，我们那时候的钓鱼船就是海上碰到了雾，比这还要大一些。当时在海上滞留了2天，雾才完全散掉的。看中午能不能散吧。林平说着，还猛吸了一口烟。此时阿晨走了过来。阿浩哥，早饭正常做吧。林浩笑了笑，活暂时干不了，但饭得正常吃啊。这都属于渔船每天的日常检查。杜喜最忙，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发动机上的燃油粗滤器清洗一下，再看看滤清脏不脏。这些本就属于磨损件，船上备的就有，过脏的话就得换掉，防止燃油中的杂质进入发动机。林浩打开电台，海事局确实在循环的播报近海大雾现象，提醒渔民暂时不要出海。期间他还听到虎鲸伤人事件，不仅他，船上所有人除了一无所知的冯新华，其他人全都支棱起了耳朵。大家的目光不时看向林浩。都看着我干啥？哥，应该不是咱们的虎子对吧？咱们的虎子可好，不会伤人的。我咋知道？这不一直和你们在船上吗？老猫的目光阴冷了下来，扫向众人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说的别说。说到这里语气加重，看向阿和。知道了吧？知道了，猫哥。阿和明白，猫哥训自己是假，做样子给别人看是真。林浩笑着摆摆手，也没啥，这事你们估计也奇怪，其实我都不知道因为啥，虎鲸或许看我顺眼吧，所以会不时来找我玩。差不多吃饭了，吃完饭没事就杀鱼，那么多杂鱼，杀一点带回去腌了。柱子岔开话题，对，没事杀鱼，比手速，谁杀的归谁啊。林浩坐在舵室里，拿着本书在看，没一会阿和再度凑过来。哥，会不会是那帮小日本？林浩笑了笑，在他头上轻拍一下。我真不知道啊。明白。阿和嘿嘿一笑，拎着刀再度回去杀鱼了。雾散的差不多，只要今晚不再起，我们3、4点钟应该就能作业了。毛哥，下午就在这附近打转吧，要是晚上再起雾，我们还是停车休息，不起雾的话，我们再往南去。就按你说的办。老猫又想起一事道，跟着我们的那艘船不知道去哪了，估计也在歇着。老猫摇头。阿浩，现在新船都装了声呐探测器，要不我们回去也加装一下吧，有那个要安全很多。回去我就联系船厂给我们的补装上。所谓的声呐探测器主要有2个作用，一是探测鱼群，这方面老猫觉得自己船没必要，阿浩可比那啥探测器好用。其二就是探测暗礁，这就很有用了。跟着的那艘船是新船，肯定装了探测器，所以比我们在安全上多一道保障。
老猫的意思林浩明白，要是自家的船也装了，这会雾散的差不多就可以作业了。但因为没装，不得已只能等雾气完全散了。两人正聊着，突然舵室里的无线电响了。坐在舵室里吃饭的阿和慌忙地喊道：“哥，猫哥，快来！”两人一怔，随即放下饭盆跑进了舵室。此刻无线电中正在循环播报：坐标756，坐标924，一艘船触礁，情况危险，目前船上人员6人，请在附近的船只及时予以救援。林浩听到坐标，就开始在 GPS 上标注了。没一会，他抬头与老猫对视：“跟着我们的船。”老猫语气略带惊慌地问道。因为林浩标注的地点离他们并不远，不到20海里。这片区域他们昨天就转了一圈，并没看到其他船在作业。不确定。虽是这么说，但林浩内心已经确定，就是跟着自己的船了。怎么办？现在雾还没散完，过去还是很危险的。林浩叹了口气：“咱也不能见死不救。这样，咱们2艘船同时过去，间隔2海里，他们能出礁，说不准那片海域路基很复杂，万一到时2艘船还有个照应。”老猫欲言又止，不该去冒这个险的。但作为一个老渔民，见死不救的话，他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。要不把我们船上的人全部转移到奋斗号上，我开船过去看看。毛哥，你这法子好，我俩一起，别啰嗦，走吧，你启动船。林浩刚说完，林平和柱子也跑了过来，显然也得知了消息。大哥，把人全部安排到奋斗号上，你跟我们保持2海里。他指着 GPS 告诉大哥航线，现在雾还没完全散，看不清2海里外的情况，只能通过 GPS 来确定2艘船的航线。我跟猫哥留船。这时候就别啰嗦了，万一有情况，咱大不了损失1艘船，人不会有事的。林平想想也是，触礁沉没也不是一下子，是能等到自己救援的。过去要1个多小时，阿浩，我不敢开太快。船上可没有刹车一说，这样的雾天，等看到礁石时，连转舵都来不及的。毛哥，我来开。救人如救火，如果慢悠悠的过去，对方船完全沉了，那自己去也没了意义。见老猫犹豫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运气好些。”这句话很管用，对于渔民来讲，运气就代表一切，丰收、平安，这些都可以归类到运气之中。让开舵位，林浩接手，直接将船速拉到了最大。这么快，奋斗号不定能跟得上。你联系我哥，告诉他们不必全力追，只要按照规划的线路行驶就行了。林浩这会的注意力也是高度的紧绷着，如此开了有40多分钟，他险之又险的避过了一块矮礁，老猫也被吓得冷汗直流。阿浩，慢一点吧，别人没救着，我们在。林浩正想答应，突然心思一动，他打开系统搜索起暗礁，没一会系统地图便标出了密密麻麻的暗礁位置，他不禁大喜，果然有用，不管远处的，他把注意力全放在自己行驶的航道上，细看之下，不禁头皮发麻，在那艘船的触礁点边，果然是一片暗礁林，要是自己贸然的闯进去，估计还真得撞礁石上。毛哥，通知我大哥，他们的船不要再跟着。为什么？暂时没法解释，我感觉很不好。老猫拿起无线电就和奋斗号联系起来，另一头林平还在问原因。林浩一把抢过对讲器：“大哥，听我的，原地不要动，万一有情况，我会通知你，切记别动，这片海域很复杂。”得到林平肯定的回复，他这才稍稍放松。时间过去1个小时，按系统地图显示，他们已经进了暗礁林。让老猫惊恐的是，他发现林浩居然闭上眼在开。猫哥，别担心，你看水侧翼的波动。林浩似乎能感觉到老猫的紧张，开口安抚了一句。老猫目光投向水侧仪，发现仪器的数值波动非常大，一会60-70米，下一刻可能直接跳到10多米的深度。他不禁大骇：“阿浩，我们在一座暗岛上边。”他是老渔民，很快就猜到是啥情况了。所谓的暗岛与暗礁一个道理，就是陆基上抬，形成岛屿，但上抬的高度不够，并没有浮出水面。至于形成的原因多种，火山、地震等都有可能。是啊，还好现在是满潮，如果退潮的话，我估计现在这条航道都进不来。阿浩，西边，我看到了。林浩此时睁开眼，并没有直直的往西开，而是从南边绕了个弧线。随着距离接近，他也在减速，望向西边。他暗松一口气，对方的船只还没完全沉没，看来被撞的口子不大。老猫拿着望远镜望过去，对方也看到了他们的船，2个船工在翘起的船头位置，大喊大叫着。又花费了10多分钟，林浩的船这才靠到近前。快点，人全部过来，趁着满潮，咱得抓紧时间离开这。林浩朝着他们大叫着，因为有礁石，2艘船是没法靠到一起的，间隔大概10多米的样子，只能让他们游过来。4个船工穿着救生衣跳下水往这边游，老猫扒在船舷边等着拉人。林浩又看向对面的船，2人还在那大吵大叫着什么，压根没有过来的意思。你们走不走？他有点恼火，什么时候了还吵架？我这边还有海货，你靠过来帮我转运一下，上百万的货呢，你靠过来啊！老猫刚好拉上来一人，听得此话气的头发都立起来了。赛林姆，你要钱还是要命呢？没听懂人话，等退潮咱都出不去。我花上百万买的船呢，
还有这些海货，你们不能这样走。阿浩开船，让他俩留下来死。老猫自然是说给对方听的。林浩也颇为着急，多耽搁就多一分危险。况且他的船压根靠不过去，海货是没法搬的。我数到5，你们再不来，我们就真的走了。这回4个船工已经上了船，林浩对着另2人大吼。那个一直和他们对话的男人，年龄其实也不大，30多岁的样子。这回又在跳脚骂着另一个年岁稍长的。5、4、3，不管你们了，你们留在这自生自灭吧。林浩是真动了肝火，他能理解对方的心思。船家货200万，一旦离开可就没了。这个时候谁的内心都不好受，但这个时候必须要有决断。他假作开船，轰了把油门后，对方以为他真要走，这才跳下水往这边游。另一个年纪稍大的见此，也叹了口气，跳下船往这边游来，确认2人上船了。林浩推动油门就要离开这里，结果下一刻一人钻进舵室。你为啥不靠过去？船上上百万的海货呢？见林浩不为所动，对方咬了咬牙，行，你靠过去，海货给你1成，行了吧？给我滚出去！林浩瞪着眼大喝一声，对方跟他对视了足有10多秒，这才气急败坏的转身。没一会，老猫进了舵室，又在后甲板吵了起来。那个年长的是舵手。林浩大概也能猜到，船触礁，船东责怪舵手，这太正常了。是啊，老猫也不好说什么，舵手把船给开触礁了，东家有脾气也能理解。林浩开着船小心的出了暗礁林，这才将舵位还给老猫。猫哥，回吧，心烦。老猫这次没有再啰嗦，看到海上事故是不吉利的，是得抓紧时间回去。林浩被那个船东吵得心烦，直接将其撵到了奋斗号上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林浩拿着一个小盆，亲自给舵手端了一碗。老哥，吃点东西吧。谢谢哈，兄弟消消气，顾老板也是火急攻心。怎么雾气没散，你们就开捕了？林浩不解地问道。舵手苦涩一笑，摇摇头没吭声。倒是旁边的一个船工忍不住开口：这是不挂树哥，还不都是顾老板催的？听着船工的诉说，林浩愕然，他没想到这其中还有自己的原因。舵手叫童家树，确实是一个老船工来着，经历和老猫差不多，早先都是跟着跑远洋的。顾老板买船后找到了他，对方还算有诚意，开的工资不比远洋船上低，他自己也实在不想再跑远洋了，毕竟一出去就是几个月半年的，家里一点照顾不到，所以便同意跟船当舵手。对于镇上有2艘船每次出去都丰收，老童也有耳闻，所以顾老板让他跟着林浩的船，他也没有反对。这几天的收获也确实验证了这点，不说多，至少收获了近100万的海货。但昨晚他们没注意到林浩这2艘船在休息，因为灯光全关了，所以一时让他们以为自己跟丢了。顾老板当时就有些不爽老童，责令他尽管找到林浩的船。不过找了一会起雾了，在老童的再三劝说之下，船东才同意停靠休息。到了今天，顾老板极为担心林浩的船已经离开该区域，生怕这一趟的好运就此中断。毕竟已经捕了近100万的海货，要是能再多捕几天，说不准还能赚1艘船的钱。谁不动心？抱着这样的心思，在雾气未散就催着老童开船。老童反对无果之下，只能遵从。那片应该是个暗道，等我发现水侧移的深度波动很大时，已经晚了。船工说完后，老童补了一句。林浩眉头微皱，严格来说，老童的责任并不大。他又想起一事问道：你们那艘是新船，应该有声呐探测仪呀？老童摇摇头，还没开口，船工嘴快回道：听说按一个要7万多块，顾老板没舍得。也不是顾老板小气，他感觉你们船的运气好，所以跟船厂商谈时就完全按你们船的规格配置来造的。你们船没有声呐，他就没让装了。林浩面上抽了抽，随即也摇了摇头。老童面露苦笑，再度叹了口气，开口：看来这样的富贵也不是每个人能接得住的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，害得你们要提前回去。小事来着，那你以后啥打算？我这把船开触礁了，估计海上的事是做不了的。老童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显然对于接下来该干什么，他非常的茫然。对于一个半辈子和海打交道的人，人到中年转行，岂有那么容易？然而不转又不行，谁会要一个触过礁的船工？好说也不好听啊。聊天到此为止，林浩让他们好好休息，他自己则回了舵室，跟老猫说了一下自己了解的情况。阿浩，你该不会有啥想法吧？老猫试探地问道。林浩抽着烟默不作声。老猫见此赶忙又道：他毕竟把船开没了，我觉得猫哥，明年4、5月份大船就能下水了，那艘船不说多，20、30人是需要的，我到哪去找那么多贴心老实的？除非把2艘船上的人全部集中到大船上，但这2艘船又怎么办呢？老猫也沉默了。那我抽时间打听一下这个老童。我刚啥也没说，我估计他短时间也没好去处，你先打听一下吧。要是口碑还不错，咱就留着用。我们用他待遇不低，也不指着他感恩戴德的，只要本分做好事就行。毕竟人才难得，我到哪再去找一个像你这么全能的人？老猫咧嘴笑了笑，虽然知道林浩这是恭维话，但他确实很受用。你开一会，我出去透口气。老猫说着便起身让开座位。林浩明白，
他这是打算去和老童套套话。他们是下午2点多往家赶的。他一边开船，一边通过无线电联系奋斗号，让那边报一下预估收获。他要统计一下，好提前联系陈东准备。阿浩，那个船东一直黑着脸，好像咱欠他多少钱似的。收获报完，林平说及顾老板的情况。大哥，别管他，咱做到问心无愧就行。妈的，救人还救出错处来了。大哥，你咋还叫上劲了？开导了一番大哥，2艘船的通话这才结束。没一会，老猫进来接着掌舵，他则拿着本子在一旁算账。算完之后，又拿起卫星电话，开始给家里打过去。上半夜老猫歇着，下半夜轮到了林浩。他一觉睡醒时，已经是清早的7点多。洗漱完后，端着饭盆来到舵室。这回开船的是阿和，老猫端着饭盆坐在旁边。猫哥，还要多长时间？差不多1个半小时吧，快进内湾了。老猫面上带着轻松的笑容。自从看到那艘船触礁，他其实神经一直绷得有点紧，就像是司机看到路上的事故后，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开车都是小心翼翼的。这回快到了家，最主要是这片水域太熟了，不可能会出问题。哥，那个姓童的昨晚一夜几乎没咋睡，我还给了他1包烟呢。林浩笑了笑，看上去是个负责任的。3人聊了几句，又休息了一会，船终于靠了岸。林浩下船之后，就看到迎过来的陈东和陈雪，他不禁埋怨地看了一眼陈雪：“你咋跑这来了？”陈雪笑了笑，将手中拎着的包子递给他，很想说已经吃过了，但他还是接过，3两下把包子塞进了肚里，这才转向陈东：“东哥，货都安排好了，放心吧。”陈东还想再说什么，然后就见几人从船上下来，然后又是一番争吵，他不禁愕然地看向林浩：“这不是咱家的船工吧？”林浩便将海上发生的事给说了，听得陈东也不禁后怕，再度看一眼那个在大吵大闹的人，他还真认识。阿浩，还记得早些你看中的门面，想着买下来开快餐店吗？记得，不是之后他们自己开了家吗？模仿自己的模式开了一家，但也只开了3个月就倒了。陈东一指顾老板：“那就是他们家的老大，我还真没想到，他居然订了1艘船，不当人子，估计他的谢礼你是收不到了。”本也没指望。按说林浩救了人，对方不管损失多大，肯定要带着礼物过来致谢一番，这也算是本地的俗规了吧。但就看姓顾的那德性，林浩不指望对方有啥感谢的举动，只要不败坏自己的名声就行了。说不准过段时间镇上就会出一个版本，他看到对方收入多眼红，所以故意不帮着带货。闲话了一会，陈东在原地观察了一会，林浩则陪着陈雪先回了收购站。怀孕3个多月，小腹隆起的还不明显。前天嫂子陪我去做的产检，一切都好着呢。林浩有些愧疚，陈雪笑着握住了他的手：“你忙你的，别有负担。对了，这次回来歇几天？下一趟我跟不了船，得去一趟京城，是领导早就通知了，到时咱俩一起吧。”好啊。到了收购站，跟正在看店的陈父打了声招呼：“爹，今天没去天浩，那边也不用天天去，有时大鱼会给我电话，这一趟收获还行，挺不错的。”林浩坐下，接过陈父递过来的茶水喝了一口，两人随意的聊了起来，差不多10多分钟，开始往这边运货。陈东也跟着回来，这才真正忙起来。这一忙就到了下午3点多。照例明天给你们打款，大家好好休息一下，后天下午2点准时出发，带上各自的海货回吧。他又对林平道：“你带华哥回去，我还要一会。”等到人全部散去，林浩跟陈东开始算账，看着开出的单子，一部分价格确实比预估的要高不少。那个巨尾雕的价格，系统预估是55块，结果开单近70了。还有大眼雕，开单价格35块，也算是超出预期不少。至于那个鳌虾，系统估值60块，开单价格更是高到离谱的83块。2船货合一起卖了394万，去除收购站提成，还有出海的成本，大概还有360万。一艘船平均赚了180万。要是没有救援仪式，再多补1-2天，不说多，破200万是没问题的。算好账之后，剩下就是陈雪的事了。钱一到账，把分红打了就行。在这吃晚饭。林浩摆摆手：“回家得好好洗个澡，明后天我有时间过来。”陈东也没再挽留，林浩开车载着老婆便回了家。到家之后，吴婶已经在洗衣服了。家里有洗衣机，但她说夏天的衣服薄，经不起洗衣机搅，一直帮着手洗。刚刚阿平来了，不仅把你的衣服带回来，还有半袋子鱼，我放冰箱了。知道了，婶子，我表哥呢？在楼上洗澡呢，我让他把衣服丢着我洗，他非不干。你也赶快去洗澡吧，出海够辛苦的。林浩应了一声，便上了楼。等他洗完澡下楼，吴婶又开始忙起了晚饭。没一会，林安国来了，拉着他聊了有半个小时，主要还是说那个5条真3的事。晚上在这吃饭？不了。林安国说完便走了。晚饭吃的有些早，吴婶的意思是他们早吃完，能早点休息。华哥，晚上喝毛子？林浩笑着道。冯新华面上一喜，不过随即还是摆手：“随便点，那玩意太贵，还是留着吧。”没事，毛子就是我家的，嘿嘿。什么？没什么，不喝多，
一瓶咱俩分了，喝完好睡觉。今晚没有外人，就是他俩喝。陈雪现在的餐是单独做的，吴婶倒是同桌吃饭，但她滴酒不沾。饭后，林浩叫住打算上楼休息的冯新华，又从保险柜里点了7200块钱。华哥，这一趟单船收入是180万，咱虽然是表兄弟，但你也是第一次登船，提成只能按最低档算，他们的都打账户，你的就给现金了。至于固定的工资，他们都是按年发的。等下次回来，我让你弟妹把你今年的先补给你，也没多少，1个月1200块。说着，便将一沓钱放在茶几上。一趟就赚300多万呢，乖乖，阿浩，你这也太能赚了。冯新华震惊不已，怪不得自己表弟这么有钱，一趟300多万，那这一年总得出去个20趟吧？乖乖，几千万啊！啧，太有钱了。随即他又看向茶几上的钱，当船工也这么好赚，一趟就7、8千的收入，那要是自己跟着阿浩干，一年按20趟算的话，那不得有个15万的收入啊？自己当个泥瓦工，累死累活，一年也干不到5万块，这一下子翻了3、4倍。最主要的是，他还听说一年有3个月的假期呢，加上零零散散的休息，出海的时间连一半都占不到。见他愣神，林浩笑着道：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华哥，跟不跟我干，还得看你自己的主意。干，你照顾我，我明。不存在照不照顾，我找其他人也是这个待遇，你也别抱这样的心思。冯新华咧嘴笑了笑：行，我不说这个了。阿浩，这一趟的就算了，下一趟咱就别啰嗦了，快点收起来，因为这点钱咱要是拉扯，连吴婶看到都得笑话。冯新华挠头笑了笑，这才有些不好意思的将钱塞进口袋，把裤口袋撑得鼓鼓的。阿浩，那我明天去租个房子。既然打算留在这干，自然不能一直住在阿浩家里。虽说这个家够大，但长时间住着也不方便。到时别说弟妹有意见，估计连吴婶子心里都不痛快。底层打过滚的人，很在意他人的感受，或者说在这方面很敏感。林浩没有劝他就在家里住，估计他也不自在。不用租房子，你就住老宅得了。我爹现在基本都住在镇上，老宅空着也是空着，刚好养养老宅，没人气的房子会很快的破败。说到这里，林浩又想到了什么，掏出手机拨了个电话。鹏哥，公司的 GL8明天能腾出一辆吗？好，那你晚上给我送过一辆，我明天要用。挂了电话，他又对冯新华道：你会开车，明天一早开车回去，收拾点衣服啥的，顺便把嫂子接过来，衣服被褥锅碗瓢盆啥的就不用带了，老宅都是现成的。至于小侄女，你们俩口子商量，要是带来的话，嫂子就没法上班了，不带的话，嫂子可以去天浩上班，1个月没多少，但也有个1000来块的进项。冯新华心底感动的不行，这些事他都还没考虑到，自己这个表弟这么大一个老板，居然条条道道的都帮他考虑明白了，一时之间他居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对了，这次最好把你爹娘接过来看看，老俩口拙得很，我说他们不一定干。两人又聊了一会，冯新华这才上楼睡觉。躺在床上，他心中起伏不定，他意识到这次或许就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。第二天一早，冯新华便开着车回了家，上路前就给家里打了电话，让老婆今天别去上工，把行李啥的收拾一下。他刚走没一会，林浩还没来得及进院，就看到路口阿和走过来，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人。待走近才发现，身后跟着的老童和之前被救的4个船工，看着他们手上都提着东西，林浩不禁头疼。哥，他们说要来感谢你，我跟他们说不用，他们还非得来。老童还是那一脸苦瓜相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规矩来着，我们肯定要来感谢一下的。那个顾老板今天临时有事，让我把礼带来了。林浩笑了笑，这个老童人还是不错的，现在还在为主家维护情面呢。进家里坐吧。带着几人进院，包括老童在内，从进入院子的那一刻，就感觉自己的双眼不够用了。谁家院子放那么大一个养鱼缸？不对，这应该叫水族馆了。还有这主宅，奶奶的，这是城堡啊！5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去的。进去之后，发现这才正常一些，没有啥镶金嵌玉的，相对来说还算是简约，但怎么看都透着一股子大气。没办法，主要是面积在这。坐到沙发上，老童显得有些局促起来。那个，我们也不知道买啥，你别嫌弃。 5人是花了钱的，老童花的更多，因为他还帮着顾老板带了一份，礼物都差不多，2瓶酒、1条烟、1包茶叶，还有1提子牛奶，一份少说也得个400、500块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不算是小钱，够诚意了。原本以为带这样的礼物挺合适，现在看看人家这气派，心中越发的没底了。林浩笑了笑，看了眼他们带的香烟，哟，玉溪啊，这烟好抽，比硬化子还强，我去年还抽这个呢。阿和从不把自己当外人，此刻坐在茶几正中间，给几人各倒了一杯茶。见几人还是有些局促，林浩看向老童问道：“顾老板没继续找你麻烦了吧？”老童的脸再度变成了苦瓜，他找我也没用，船我又赔不起，根本就不是树哥的责任，凭啥要他赔？其中一个小船工愤愤不平的道：“别太有心理负担。”聊了一会，夏蓉抱着小阿明，身后还跟着大肚婆萍萍一起过来，两人毫不客气的直接上楼找陈雪。见家里又来了人，洪家树便起身欲告辞，林浩让他们等一下，
来到地下室打开，拿出几块打磨好的珊瑚玉，这些都是加工厂出来的精品。他留了一部分在手上，就是打算当礼物送人的。这个珊瑚玉不值什么钱，一人一个留着玩。来一趟总不能让你们空手回，我这边实在走不开，等下让阿和陪你们到镇上吃口便饭。他又扭头对阿和道：“看我大哥有没有时间，有的话一起叫着。”不用麻烦。童家树也没接珊瑚玉，他是听过这玩意的，知道蛮贵重。这个也太贵重了，我们拿着吧，我们能在海上碰着也是缘分。你们今天能过来是情谊，我收着你们的礼物可没推辞。几人推辞不过，只得将东西给收了。到了林平家门口，他让5人稍等，自己则进了家。利用这个功夫，其中一个小年轻船工把珊瑚玉掏出来问老童：“树哥，这是啥啊？还挺好看的。珊瑚玉挺值钱的，你们别乱丢了。值多少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但这个1800肯定值了。乖乖，这么说咱这一趟还赚了。那个林老板是大气啊，没看人家的房子，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。我感觉他眼熟。对了，电视里好像报道过，他就是咱市的首富吧？听说是亿万富豪呢。扯了吧，亿万富豪能亲自跟着出海捕鱼？不信就算了。老童倒是有些相信这个小兄弟，正待再问，就见阿和跟林平相继出来，身后还跟着2个小的。他叮嘱道：“不准乱跑，带着你妹妹去小叔家，知道了吧？”知道了。阿远还挺高兴，苗苗往小叔家一丢，自己就自由了。走走走，天下渔民是一家。客气话不说了，等下多喝2杯。钱是男人胆，现在的林平也是千万身家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家庭有家庭的。现在的他相较之前可是大气得多。林浩正在打电话和船厂沟通安装声呐探测仪的事，最终他多加了1万块插队，对方答应下午就来安装。刚挂了电话，就看到阿远拉着淼淼进来了。小叔，小叔，我来了。淼淼刚进院子就喊，阿远压根连院子都没进，见他露面便道：“我爹让我把小妹送过来的。小叔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”你有个……话还没说完，阿远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摇头苦笑。淼淼原本是往林浩的方向扑来的，结果还没跑2步，就看到了旁边的2只狗。石榴，起来玩！上手直接拉住了阿呆的耳朵，拖着就要走。好了，别扯他们的耳朵。林浩赶忙上前，从女魔头的手上解救了阿呆，将淼淼抱进怀里，走到大鱼缸的面前。小丫头指着里面的鱼：“这是燕子鱼，这是4眼蝶，这是蓝倒吊。”林浩听着他在那里如数家珍的指认着每一种鱼，面上带着欣慰的笑容。谁说这丫头笨的，自己也只教了2遍，他就能记个七七八八。淼淼来了，中午想吃什么？吴婶子从厨房出来，看到了小丫头，上前逗去：“阿婆，我要吃肉肉。”好，阿婆中午烧肉肉给你吃。下去，我帮忙。他扭着身就往厨房跑。恰在此时，院门口又进来一人，2只狗子站起，不过没有叫，只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来人。阿浩哥，我怕狗。林浩也懵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来人是谁。没事，快进来，狗子不咬人的。他挥了挥手，2只狗子极为听话的又反身趴在了窝边上。阿浩哥，我爹让我请你中午到家里吃饭。来人是阿广，也就是老张的儿子。走，进家喝杯茶。阿浩哥，你这院子真气派。还行吧，你之前在忙啥？在一家商贸公司，负责会计和仓管2块。你这贸然离职，公司愿意放人？我其实都提前2个多月提辞职了，老板原本还想给我加点工资，但我一方面是真要回来，另一方面也想着这样涨工资的方式有点虚，估计老板心里也不痛快。等到老板找到人，先是盘账接着盘库，一切交接好，老板还多给了我1个月工资呢。2人的聊天很没意思，因为一直就是一问一答。林浩意识到对方并没有传言的那么内秀，说话清楚，条理明白。他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。回来这段时间在忙啥？我爹拿了村发展的一些资料给我看，没事就帮着我娘杀牲口卤菜。又聊了一会，阿广这才离开。婶子，我中午不在家吃饭。说着便到地窖里拿了2瓶酒出来，等一下提着。小叔，我和你一起去吃席。听到他的话，淼淼再度跑过来歪在他的身上撒娇。行啊，但你要听话。我最听话，不像弟弟，爸爸都拉在身上，还坐在自己的尿窝里玩。没一会，陈雪下楼问他要去哪，他把去老张家吃饭的事给说了。差不多11点左右，他一手拉着小丫头，一手拎着2瓶酒，便往老张家走。走到半路上，就碰到一脸颓废的林从军。阿浩，这是去哪？去老张家里吃饭。林浩还是一如既往的笑着回复，好像之前彼此之间没有不愉快似的。阿浩，你的那个鱼排还要吗？要不打个折买回去。林浩面上愕然。军哥，你这不是刚买吗？还说要加大养殖贡献家乡，这才多长时间，鱼苗还没放吧？我和你发哥玩不转，还是你更专业一些。哦，我暂时也没从事养殖的打算了，你问问其他人要不要。
阿浩，便宜点都行，要不你开个价。林浩突然笑了，松开小丫头的手，走到林从军面前，压低声：“军哥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就是帮助5条来算计我。你都知道，真把我当傻子呢？那5条真三是你，可别误会，5条真三是谁我都不知道，他怎么样和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吧。我又怎么了？”林从军笑了，笑得心虚不已。林浩同样也在笑，回身拉着小丫头的手便走了。来到老张家里，看到他拎着酒，老张丝毫不客气地接过。你婶子一早就在说，你来吃饭要准备啥酒，我就说你肯定得带。哈哈，张叔，要是我忘了咋办？简单，一个村的，回去讨就是。你以为我会客气？两人皆是大笑。老张又蹲下身斗了几句淼淼。想吃什么，让阿婆给你做，我家别的不多，就是肉多。林安国经常带淼淼去村部，跟老张那是相当熟了。阿公，我要吃大鸡腿。简单。老张拉着他的小手进了厨房，没一会再出来时，淼淼的手上就拿着一个大鸡腿。坐下之后，林浩想着喝酒前把正事给说了。张叔，上午我跟阿广聊了一会，有个新想法，当然同不同意，肯定你也俩拿主意。你说。阿广人踏实，说白了是自家人，贴心。过段时间我要开一家新公司，我想让他过去帮我。8号，你说真的？老张大喜，他就这么一根独苗，存着疼爱的心思，所以没求着让阿浩安排到船上。但他也明白，在村子里干不会有大出息，如果能跟着林浩后边，而且不用出海，他肯定是千肯万肯的。公司规模不小，财务这块我肯定要一个自己人的。说着又看向阿广，说白了就是帮我看住钱袋子，你看愿不愿意？愿意，肯定愿意。老张迫不及待的道。林浩笑着摆手，张叔，我问的可不是你。阿浩哥，你看得起我，我肯定愿意。行吧，这样也好，张叔你也不用离职了。老张哈哈大笑，两全其美嘛。下午2点多，林浩从老张家离开，回到家之后，他拨了个电话给陈东。东哥，那边收网吧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挂了电话，他直接在沙发眯了起来。镇派出所，钟哥刚打算下班，此时院里一阵的哄闹，就看到镇上有名的几个刺头。大狗，你小子胆子越来越肥了，咋的？闹事都闹到我这来了。钟所，我哪敢在你这闹事，我是来汇报情况的。什么情况？看着大狗那一脸的贼样，钟哥那是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。有事就快点说，你要敢消遣我，看我怎么办你。大狗嘿嘿一笑，对着外边道：“把人押进来。”没一会，便进来了6人，2人押一个，押着3个人进来。钟哥瞪大眼：“大狗，你小子无法无天了是吧？敢私自扣押人，你想？”钟所，我们这是对警民合作，你看看他们都是谁？钟哥只认识一个，那就是林海，因为这货早先也是所里的常客，要不打架，要不聚赌，反正是个不省心的。说吧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大狗凑到近前，钟哥颇为嫌弃的往后让了让。有话说，有屁放。钟所，我可是费了老大的劲才探听到的。哎，这段时间内是吃不好睡不好。大狗，信不信老子把你关里面几天？嘿嘿，别生气嘛，钟所，你还记得年30晚上钟固村主人被打的事吧？钟哥双眼微眯，他当然记得，那可是林浩的老爹呢，也就早先的一点香火情，林浩答应没把事闹大，不然这事要捅到上边，再给他施压限期破案，那还不够头痛的呢。不过这是好处已经销案了呀。人不是已经抓了吗？抓的是小的，幕后指使可是没抓到。还有，钟固村是不是有个鱼排被人破坏了？听说跑了几千万的鱼苗。大狗说着，得意的一指林海。钟所，你问吧。钟哥一听大喜，这事可是他一块心病来着。虽说林浩一次没催过，但到底是2000多万的鱼苗啊！这案子要是闹到县里，势必会立成大案要案。好在报案时也说了，暂时不宜声张。这要是真在自己手上破了案，上面的嘉奖就不说了，至少林浩那卖了的大人情啊！你说真的？钟所，我爹娘我都敢骗，就是不敢骗你。好，要是真的，不仅给你申请嘉奖，我个人再送你一张锦旗。大狗愣了愣，随即咧嘴一笑。警察给贼送锦旗，那画面要得吗？不过要是假的，你等着。钟哥不再啰嗦，招呼人出来，先把人扣押，现在就开审。大狗自然也要录口供。林海真的很气，他没想到自己最忠心的小弟居然会出卖自己。钟哥明白，林海这样的是老油条，不拿出真凭实据的话，光靠恐吓是没用的。所以先是对他的2个小弟发动了攻势，再稍微的下2句，那是竹筒倒豆子，连幼儿园干的坏事都交代得清楚。对于林海安排人破坏鱼排，那是供认不讳。接着连夜审讯林海，在绝对的证据面前，林海也知道自己跑不掉了，只得老实交代，自己也不是主谋。